你看我，看你丑的。哎，这是什么面具啊？黑咕隆咚的，鼻子还这么宽。哦，公子不知道啊，这叫昆仑奴面具。大海盗王世杰刚从海那边贩回一批昆仑奴，个个体壮如牛，身高越丈。据说啊，还性情温良，踏实肯干。他们一到长安啊，就被那些贵族豪门瓜分一尽了。如今走在街上啊，能带上2个昆仑奴保镖，是士族少爷们最时兴的玩意儿了。我看公子气质不俗，一定出身名门吧？趁着过节也买2个昆仑奴面具，赶个时髦吧！啊，怎么样？就要2个吧，你一个我一个。你的样子真好笑，还笑我呢？瞧瞧你的鼻子。好了，我们要了吧？哎，好，谢谢你了啊！哎，别走啊，钱还没给呢，光谢有什么用啊？钱呢？这买东西是要给钱的，这不是在宫里。可我没有钱啊。我也没有啊，咱们出来的太急，我忘了从三宝那儿拿了。哎，那这样吧，面具我们先拿走，一会儿我让他们给您送来。哎，公子，他们，您指谁啊？就是公。哎，你要多少钱啊？多少钱你也没有啊？哦，我也不会等他们来送钱。不好意思，请您把面具给放下吧。啊，你看这个够吗？这个够倒是够了，够了。可我一般只收钱呢。啊，算了吧，看你们2个小公子怪可怜的，拿去吧，拿去吧，拿去吧。走吧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傻？那得值多少钱呢？太便宜他了。宫里这种东西多的是，拿了面具不就行了吗？走吧。哎，你快收拾！这可是飞来的横财呀，100年不遇啊！等它醒过味儿来，这财就飞了。快收拾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！魏姐姐，你可别让我走丢了。他们为什么老看我呀？先戴上。我知道了，咱们的面具呀最好看，所以他们都看咱们。咱们的面具呀最独特了，那是因为你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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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，你漂亮。哎呀！赶快把他们找回来！你们怎么这么不当心呢？街上这么多人，万一出点事儿，这可怎么得了？梅姐姐，梅姐姐。看这个太好了！梅姐姐，梅姐姐，你跑到哪儿去了吗？这么多人，我一个人，吓死我了！太平，梅姐姐。不要紧。梅姐姐。
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你在找人？我是在找昆仑奴。昆仑奴？嗨，公子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昆仑奴。昆仑奴仅仅是一张面具，面具后面的人脸通常是不同的。你头上不是也戴着一个面具吗？我可以走了吗？然后，他就对我说呀，他说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赫赫有名的欧阳成都大公子。我父亲就是欧阳格，他是三品从下，还说是什么正见大夫。他还跟我说呀，你要是跟了我的话，保你这辈子荣华富贵。”我就问他。你怎么看出我是女的？你猜他说什么？他说啊，天底下哪有你这么秀气靓丽的男人？嘿，想什么呢？怎么心神不定的？是啊，味道不错。走吧。哎呀，糟了，我忘了我们身上没钱了。我的玉佩没有了，这次拿你的吧。哦，那怎么行啊？这是显送我的礼物，哪能随便换了馄饨吃啊？那我们就坐在这儿，等着母后来接我们。好吧，给。到时候你跟显说，不是我故意弄丢的。放心吧，我会说的。摊主，哎，来了。能不能用这个换馄饨呢？那这个，能，太能了。慢着，你说说，我这玉佩能换多少碗呢？哎呀，这儿的馄饨啊，全都是您的，您全都端走。哎，摊主，那你就招呼人来吃馄饨，有多少碗就招呼多少人，我请客。哎呦，行，那行啊。我们回宫去吧。哎，诸位啊！今天啊，你们碰上贵人了，请你们来我这儿吃馄饨。哎，看见全热的就过来啊！哎，中场快来！下一个。别着急啊！今天有人请客啊！我们过2天再出来好吗？快把面具戴上，低头。躲开！公主，奉旨接太平公主回宫。公主啊，公主饶命，小人罪该万死，不知公主驾到。公主，这个还给您吧。我们走。走了。我的第一次胜利逃亡，就如此惨淡地草草收场了。可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。它使我像一个真正的女人那样，拥有了那种诱人的、被称作梦断丝连的甜蜜心情。我爱这座城市。我望着窗外长安城的车水马龙，彻底地将灵魂交予了它。
你现在长大了，应该明白，天下在某种意义上是皇室最大的敌人，因为我们手中有着传统赋予的绝对的权利，于是就掌握着天下人或悲或喜的命运，以及本应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。公主，疼吗？不疼。请张开嘴啊！好，呼气，再呼气。好，公主，吃东西了吗？吃了。哦，吃的什么呀？馄饨。那你吃了几个？吃了，忘了。在哪家吃的？喂，姐姐，我们在哪吃的馄饨啊？吸气。我也忘了。嘴，吸气。哎呀，公主，再吸气。你再好好想想，在什么地方吃它？想不起来了嘛。这下可完了，捅大娄子了。我说不带你去的吗？别害怕，我会向母后解释的，放心吧啊。那你得救我。禀皇后，都查过了，只是公主的脚轻微浮肿，我想可能是因为她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。还有公主说在北市吃了一点馄饨，问她在哪家吃了多少，她也记不起来了，别的就没有什么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你们俩玩的可高兴？高兴，因为今天是上元灯节，城里五彩缤纷的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。我和韦姐姐也买了面具，叫昆仑奴面具。当然了，首先要感谢母后恩准我们出宫。谢我？我恩准你出宫了吗？你应该谢谢你自己，长了这么大个胆子。看见下面这些人了吗？看见了。他们即刻就要被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呢？为什么我们出宫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？问题就在这儿，他们理应知道你在哪儿。我跟你说过，朝廷是一个很有规矩的地方，他们的规矩就是要看住你，你的规矩就是要听从我。你破了规矩，他们就跟着你破了规矩，所以就要被罚。那好，是他们在上还是我在上？当然是你在上。那下面的是不是应该听从上面的？当然呢。那我反倒要感谢他们，因为我非要出去，他们就听了我的话，放我出去了。他们应该是听从的典范。太平，你错了。不论谁在上，谁在下，法律规矩在最上，连皇上都要按规矩行事。否则，这宫里洋洋千人都可以随便给自己下面的人定规矩，他们又都是听从的典范，这不就乱了？
你们是应该感谢他们，因为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，听从你破坏规矩。你们出去是谁的主意啊？是我的主意。我没问你。是敬皇后恕罪。母后，我说过了，是我的主意。是吗？三宝，你说说是谁的主意？是为娘吩咐我备的行头。以前为娘出宫都是穿我备的衣裳。为娘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？母后，您这么做不公平。凭什么仅仅因为我是您的女儿，反倒没了游览自己皇都的权利？您为什么不问问我今天的收获是什么，感受到了些什么？您不知道女儿今天有多开心。要不是韦姐姐今天冒死带我出去，我怎么知道我生活在一个多么伟大而富足的国家？我的人民是如此善良而聪明。难道母亲认为我聪明到从那些象牙塔中的固执堆里，那些圣人们干瘪晦涩的教诲中，就有那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吗？母亲，您常跟我说，您儿是在乡野嬉戏的乐趣。您知不知道，女儿在聆听的时候，内心那种倾慕而悲哀的感受？您要是处死了韦姐姐，就等于把女儿唯一知心的伙伴给夺走了。你要是处死了他们，就等于给女儿安上了一个杀人犯的罪名，让我今世承担罪孽，而我何罪之有？我只不过是犯了一个倔强的错误，我只不过是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，甚至仅仅是一天而已。我看太平说的有道理呀。我从没有想到，我的公主有如此丰富的心智，如此博大的胸怀和爱心。父皇的确很高兴啊。太平啊，你在西市看到那口几百年的老井了吗？没有。可惜了。高祖时代，父皇曾带我微服私访长安，我在那口井边啊，偷喝了一口井水。结果回来后腹泻3天，瘦的都没模样了。皇后啊，我看这回就依了太平，啊，饶了他们吧，下不为例。算你们今天走运，都下去吧。谢主隆恩。别谢我，你们应该谢公主。谢公主。伪娘，你留下。你要明白自己的身份，挑你来给公主作伴儿，是看你聪明伶俐，人也算是老实。可你最近好像越来越没规矩了，回去要闭门思过。近日就别来找太平了。母后，伪娘她从今天起，你就留在我身边，哪儿都不许去。该收收心了。就这样，你下去吧。是。父皇。谢谢您，您眼睛好些了吗？好点了，可还是模糊一片，将能分清哪个是树，哪个是人。可我的耳朵特灵，老远就听见公主在这儿演讲啊。哎，大街上的馄饨好吃吗？好吃啊，我们当时没带钱，我把玉佩都给换了，可是没吃完就被抓回来了。哎，母后，还有莲子汤吗？我都饿了。有。
要吗？饱了。丑死了！买个面具也不挑个好看的，非要挑这么个丑八怪。这是昆仑奴，是长安街上最时兴的玩意儿。您说它难看，可是它下面那张脸好看。母后，您小时候也玩面具吗？玩儿，我还自己做过呢。摘下来吧，我看你也累了。我不累，我一点儿也不累。母亲，我们说会儿话吧。你不再生我的气了？我从来没生过您的气，只不过有些时候有点不好意思。母亲，您给我讲个故事吧。讲故事啊？你要听什么样的故事啊？您的故事啊，比如说，您跟父皇的故事，你们是怎么遇上的？你不是知道吗？在感业寺。不是，你们第一次是怎么遇上的？第一次。第一次。对了，我记得那时候，我还是你爷爷的才人，后宫粉黛3000，哪儿轮到你去伺候皇上啊？于是日子就过得挺无聊。才人们那时就创了好多的游戏，其中有一种叫做瞎子认人，就是用一块红绸子蒙住你的眼睛，然后在原地不停地打转，直到有人说停，你才能停下站住不转。从你四周一圈站着的人当中挑一个人出来，摸他的脸，猜他是谁。有一次大家玩得正开心，轮着我摸，你父皇就来了。我那时候还傻傻的转着，根本就没注意到四周的动静。等我停了，其实其他的人都已经跪下了，我还以为他们在逗着我玩呢。我就冲着一个方向不停地摸，恰恰摸着了你的父亲。我就开始摸他的脸，就像这样。你是知道的，男人的脸和女人的脸一摸就能分辨得出来。这时我才知道出了事儿了，忙住了手，一把揭开围布，你的父亲就站在我面前，咫尺之遥。他那时候帅极了，浓眉凤眼，鼻子挺挺的，两片厚厚的嘴唇，总像是涂着膏一样，泛着健康的光泽。我当时都看傻了，愣在那儿，连跪都忘了。你想嘛，一个女孩子突然同那么一个俊秀男人面对面站在一起，你父皇就笑了，他说：“小姐，你认错人了。”我当时的脸红的就跟那块围布一样。说完了，你问这干嘛？父皇他跟你说的第一句话，真的是小姐你认错人了吗？真的，我记得清楚极了。奇怪了，他今天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他是谁呀？他是我今天认识的一个人。谁呀？我不知道，我们没有说过话。母后，
你说我的哥哥们好看吗？好看呢。可是他比我的哥哥中任何一个都好看。他有红哥哥的鼻子，高高的，直直的，就像山脊一样。眼睛特别像贤哥哥，长长的，大大的，像一潭深水。他眉毛可好看了，是那种剑眉，透着英气。他的嘴像蚬，不对，像蛋，厚厚的，嘴角还微微的往上翘，下巴上还长着一道沟，就长在这儿，很是英武的。哦，对了，他的牙齿特别像显哥哥，整齐而且洁白，还泛着青青的品色。他笑起来的样子，就好像是春天里最明媚的一束阳光。哦，真是个美男子，连我都想看看他了。怕是你梦里的吧？不是，他就在东市，羽带锦官的，没准儿还是个世家子弟呢。太平，你长大了。本来有一件事，我原打算明天告诉你的，看你今天精神好，我就现在告诉你吧。突厥国来提亲了，突厥国的二王子相中你了，想娶你。娶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人家看上你了，想娶你做媳妇儿，回家过日子，就像我和你父亲一样。将来啊，你就是突厥王国的王妃，兴许还会成为突厥的王后。我不去，不可能的。突厥是个什么鬼地方啊？穷山恶水的。再说那些人我也见过，那些战俘一个个凶巴巴的样子。再说我也舍不得离开您呢。可你也不能跟我一辈子啊。女孩子长大了，总是要嫁人，总是要做人家媳妇儿的。据说二王子跟你贤哥哥是挚友，还听说他人长得很帅。再帅能帅到哪儿去？也帅不过他。我想过了，要是我以后要嫁人，一定要嫁他那样的人，又好看又厚道。一面之缘，怎么知道他的为人呢？感觉啊，我能感觉到他像温泉水一样温暖而舒展的笑容。反正我不嫁什么突厥王子。嫁不嫁，我不勉强。但是，你父皇已经赐了突厥王子宴，到时候你可是一定要去的。我不去。你必须得去，这是大唐的门面，去不去，可由不得你做主。那好，要是到时候我做出什么事情来，你不要拦着我哦。今天。
说的不错。其实，我只是提了提问题，答案早就有了。公子右面坐的薛文德将军，就是上月平定突厥入侵的功臣。贵国那1、2个不法部落的可汗首级，早已成了薛将军马前的饰品了。所以，战争永远是侵犯与复仇，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，受苦的可是两国的子民呢。太平公主到。成何体统啊！好。太平，这位就是突厥王朝的2王子阿摩揭利。你为什么不敢看我啊？我的衣服不好看。不敢。公主着装与上次大相径庭，我有点不习惯。这叫乞丐服，是我亲自设计的，起源于街头乞丐。什么衣服穿在公主身上都别有风韵，并且公主对于自己的美丽欲擒故纵的态度，也着实颇有情趣。都坐下吧。你怎么穿得这么破破烂烂的？太有辱皇家风范了。我是想考考这位王子的诚意。王子，我也有一事相问。皇后，请讲。听说最近长安城内突然来了一批突厥商人，靠贩卖牲畜皮毛及珠宝首饰发了大财。这本无妨，可这些人却接着用谋的暴利大放高利贷，并买下胡姬做门面，大兴赌场，致使长安市民，特别是富家子弟玩物丧志，还负债累累。王子，王子在听我说吗？皇后，请继续。阁下对此有何评论呢？高利贷？什么？高利贷？高利贷。高利贷扰乱前世，罪大恶极。我一定认真派人查办，给皇后一个满意的答复。陛下，皇后，这叫烤全羊，突厥特色。我特意从朝中请来御厨为您精心烹制。吃时一定要讲究刀工，最好用突厥短马刀切割。在下于此愿为诸位演示刀法，见笑了。
请。味道果然不错。皇上，您认为呢？不错，就是烤的略嫌过火。记得小时候高祖宴请突厥可汗，也有这样。那回好像还有星点血丝，口感好像更好一些。这恐怕是我的错。我想汉人一向爱吃熟食，所以就特意吩咐御请问史。我能看看你的刀吗？当然。公主，这把刀跟随我多年了，是在我国最出色的武器行捡最精熟的生铁打制而成。公主，请看，那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。公主要真的喜欢，在下就全当礼物送给公主。那太谢谢了，我能试试吗？当然，刀是您的了。我还记得祖父讲过那次宫宴，陛下，那位烤羊的御厨就是刚才您见到的那位御厨的父亲。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，当时闹着玩的。你看看，我这个手指头是用面做的，像不像？太不像话了！阿莫杰利，哎，给我也吃一口。阿莫杰利，去。这孩子就是知名伶俐。阿莫杰利，也做出好特色剧，太好气了！这孩子太平，你太过分了！太好过人。太平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你太不懂事了。我说过我不嫁人的嘛。那你也不能当着客人的面割自己的手指头啊！突厥王子就这样被我吓跑了。其实他是一个不错的人，长得也标致。多少年之后，他真的当了突厥可汗。他的女儿也运用了同样的机智，吓跑了大唐的一位皇子。于是就爆发了两国之间最惨烈、最持久的一场战争。有什么好笑的？我最近倒是越来越担心太平了。兴许中了皇上说的，小的时候太宠着他了，大了就管不了了。我总琢磨着他今年这道坎儿，他这一闹，也未必不是件好事。要是真的嫁了过去，说不定真栽在这道坎儿上了。唉，是福是祸，现在还很难说呀。这孩子的心是越来越野了，不定还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呢。是啊，可是他总待在宫里也不是个法子啊。那天他出宫，好像碰上了不知哪位少爷，心就被降得服服帖帖的，做母亲的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这是好事啊！你不是不想让他像你吗？最好的法子就是把她嫁出去，哪怕是普通人家。其实普通人家更好，离着宫廷越远，是非就越少。像你希望的那样，当个完完全全的女人。你还记得我的岳阳姨妈吗？
她就嫁了微臣薛秉义，一直到现在。眼下怎么办呢？总不能张榜招驸马吧？再说他那个脾气，谁敢娶呀？皇上，哎呀，喝药吧。有一个办法，送他去寺里，就像你当年那样。寺里宁静祥和，又相对安全可靠，在那儿住上一段，让佛法潜移默化地陶冶情操心智，也许能避避邪，躲躲他命里的晦气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凭女儿的聪慧，也许出来的时候就真的变了个人。你们都看着我干嘛？有事儿啊？有个喜讯要告诉你。又是有人提亲？是谁？大食国的王子啊？皇上，还是您说吧。太平，你真的很想出宫？想啊，我很想。那我就依了你，送你出去。真的啊？父皇，你们要送我去哪儿？去感业寺。感业寺？感业寺是什么地方？感业寺啊，就是妈妈曾经住过的地方，你忘了？哦，原来你们要送我去当尼姑，我以为是什么好事儿呢。让你住在寺里，并不一定要当尼姑啊。你要是不愿意去，那就算了。哎，父皇，我去啊！只要能出宫，我就去。先别高兴，你必须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绝对不可以出寺院，到时候我会和住持交代。那和留在宫里有什么区别啊？那不去就算了。哎，好，我去。那我什么时候动身啊？你总抱着它干嘛？放在箱子里多好啊！我怕压坏了，还是放在手里拿着安全。你还在想它呢吧？我真羡慕你，这么一折腾，还真的就出了宫了。我呢，还不知道要在这儿待多久。显不是在吗？你们俩在一块儿玩的多好啊！显，玉香都快成精了，成天一身的迷香气。我真后悔当初怎么会看上他的。哪有你好，有那么个标致俊秀的少年在等着你。瞎说，我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真的出宫的话，就可以见到他，这样就有希望了。公主，咱们该动身了。好啊。哎，这箱皮影怎么没带上？东西太多，怕装不下。那就想办法，我还要给尼姑们演戏呢。是。我出宫了，我注视着肃穆包围着的皇宫渐渐离我而去，默默憧憬着我将遇上怎样的快乐和幸福。只有我知道那洒满离家之路的甜蜜想念的来源，知道那张明亮的面孔或许正挂着那轮醉人的微笑，缓缓地向我迫近。我终于出宫了，从此
带着浪漫的心情，踏上了另一条优美的征程。媚娘，哦不，皇后，这些都是太平公主的细软。是的，师太，您还是叫我媚娘吧。真是时过境迁，记得当年我来的那天，你也是站在这儿，手里捻着佛珠，一晃25年了，我都成了半个老太婆了。而您的举止神态，却依然健壮矍铄，神采奕奕。这要托付于菩萨保佑。母后，我看过了您曾住过的房间，现在是个米仓。我到那边去看看。那皇后把她放在我这里，是想让她学会哀愁呢，还是像你当年那样，虽然表面文弱俊秀，实则坚韧刚强，雄心勃发？这正是当妈妈的难处。我担心的恰恰是我希望她拥有的。哪有做母亲的盼望女儿哀愁？只怕有一天哀愁冷不防来了，她还傻傻的敞开胸怀，当作幸福去拥抱。对于女人，没有理想抱负，反倒是个优点。有了它，只能使你的路途更凶险，前程更难以预测。我只想她这辈子能当个完完全全、普普通通的女人，一个跟我截然不同的女人。贵客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太平公主恕不敬之罪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我识得公主的芳香，熟悉公主轻灵的脚步。你胡说！你是神仙吗？我是不是神仙，连神仙都不清楚，但我确实可以预知命运，占卜未来。公主想进来让我看看相吗？我不想。公主手里拿的可是昆仑奴面具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父皇的眼睛好了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连神仙都不知道我是谁。公主，请看您身边的那片龟甲，那下面有一块干燥的树皮，上面是我为医治您父皇的失明献的一剂药方，请转交大唐皇后。
我就把太平交给您了。你把太平交给了菩萨，我只代他守护而已。我一定尽职尽心，请皇后尽管放心。母后，母后，我在院子里看见一个疯子。疯子？哦，其实他也没那么疯，就是挺神的，在后面的院子里。公主可能指的是清源法师，他过去是洛阳恩重寺的方丈，是我师兄净能法师的弟子。顺德3年，恩重寺被一场大火毁于一旦，清远是唯一生还的人，不过也被烧得没了样子。我看他可怜，就收留了他。没想到他入寺的第2年，突然走火入魔，说是开了天眼，能通治百病。不过他师从于净能法师，精通医道，深得其药学真髓。现在在寺里干个杂活，有时候也给徒弟们看看病。他让我给您这个。这是什么？他说这上面的方子能治好父皇的失明症。他是怎么知道皇上的病？皇后广积良方，招4方名医进宫会诊，声势这么大，恐怕连长安街上的孩子们都知道了。我看皇后不妨一试，万一要治好了呢？清远的医术也算是有了大用处。好吧，太平，你要离他远一点，毕竟是个疯人。师太，那我回宫去了。记住我刚才说的话。皇后，还有一事相求，请把太平公主的闲杂衣物都带回宫吧。为什么？佛门乃清净之地，必会珠光宝气，入乡随俗。当年皇后入寺的时候，随身所带衣物，不过也只是几件薄衫，并没有讲什么排场。师太说的有道理。太平，你要记住，这里不是皇宫，你也不再是那个少不经事的小公主了，要学着过过清淡的日子。那把皮影给我留下吧。可以，就依了公主吧。这难道就是我所期盼的宫外生活？那令我朝思暮想、被嘹亮的歌声和欢悦的面孔装饰起来的长安夜景，那令我离家出走的激情，被周围海一般绵延的枯燥与孤寂淹没了。我想带着你一块儿到花山上去看一看。那花山上好看吗？好看呢，有很多很多的鲜花啊。都有什么花啊？有桃花，有杏花，有梨花，还有海棠花。公子啊，我真想去呀！你摘一朵最好看的花送给我好吗？好啊，我不但今天送给你，我要摘好多的。其实窗外的小把戏，我早就看到了，可是我却能静坐不动，形神不走。出家人读经，讲求的就是清心寡欲、清净无为。只有这样，经书上博大精深的内容和要义，才会丝丝缕缕地渗透到你的头脑、精神，甚至血液里。
然而宁静寡欲，从来不是一种天生自然的心境，它其实是一种焦灼的状态，是欲念与理智不相上下的斗法。这犹如拔河时绳正中的断标，越是势均力敌，他的地位就越巩固，韧度也就越强。你们真没情趣，还在念经。哼，我到城里去了，一会儿回来，我们走。公主，公主，你们干嘛老跟着我？别跟着我，咱们走。我们跟上他，走走走走走。快点，快跟上，快走！你们走快点啊！快跟上，知道了。走了，快接住他！打不来，是我们跟上去。你们把门打开。阿弥陀佛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尽我的职责。我是大唐的公主，我命令你打开。我是这儿的住持，在这儿，得听我的。那我没法出去，他能出去吧？他可以。那你出去帮我买只鸡来，我要吃肉。我母亲没说过不能让我吃肉吧？当然，毕竟你还是俗身。你上次吃肉是什么时候啊？这鸡肉啊，真好吃，不仅肉质鲜美，颜色也好看，我真替你们可惜呀。你吃鸡吗？给你。金元。真没劲，还是我这个俗身好啊。
师傅。清远师傅，清远师傅，你在哪儿？公主是在找我吗？是我。你在哪儿啊？我在这儿，在你头顶上。我在上面就看到你了。公主找我有什么事？哦，我给你送只鸡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久没吃肉了。你为什么老是围着布巾？是怕人看吗？脸烧得没了样，怕吓着人家。烧成什么样了？公主想看看吗？算了算了，你还是包着吧。多谢公主惦念。公主还有事吗？我想让你给我看看手相。公主掌中纹路如凤尾，悠长婉转。再看公主凤颜龙颈，真乃伏羲之相。你果真识命吗？我不但可以预知未来，还可以说出您的过去。那你说说看。公主过去住在凤阳阁，院中有一棵参天古树，树干上刻着高祖的名篇《阳春赋》。出了凤阳阁向左是显阳殿，往右过御花园是清明宫，是您母后的寝宫。顺着咸阳道下去是凌烟阁，太子穴就设在那儿。凌烟阁外是一池春水，叫太液池，池中养花，碧波清莲，莲下有鱼，赤尾迎身，嬉戏成趣。干池中泛舟，舟借水势，水就风势，破浪徐行。天气好的时候，雾霭穷尽，便能窥见东宫宫墙一隅缀满青苔。
太子居于东宫，常有朋友相聚，把酒当歌。你真厉害，算的一丝都不差。你是怎么猜到的？我不是猜到的，是我看到的。我说过，我不但胜过神仙，而且我还从公主的脸上读到了一些新的想念。真的？是什么？公主爱上了一个人。胡说，我才没有呢。有没有？公主自己心如明镜。那，你说说看，他长得什么样？她有着朝日般明亮的面孔，泉水般甜美的笑容。这一切都真切地印在公主清澈的眸子里。我该回去了，多谢清远师傅指教。多谢公主带来的鸡。那你说，他会爱上我吗？天下任何一个男人都会爱上公主无双的美貌，任何一个男子都会钟情于公主秀丽的容颜。那你说，我还会再看到他吗？公主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必须先答应我一个请求。我答应。公主还没有问我是什么请求。你说。公主喜欢住在这儿吗？我不喜欢。可是，母后下了旨意，是绝对不允许我出去的。算命先生说我今年有劫难，当闭门思过，远离尘世。这绝对是庸人自扰。这肯定是哪个意欲争宠的江湖术士，在你母后面前妄下的断言。我看公主倒是面呈吉相，今年有大利可图。那你跟我母后说呀。就要靠公主引荐。怎么引荐？请公主将这纸白卷交予你母后，保证公主能从这儿出去。那你说，我还能再见到他吗？如果公主从这里出去，就一定能见到他。师太，最近太平在这里表现得怎么样？还听话吗？吃过一次鸡，演过一次皮影，还有一次不成功的逃跑，其他呀也就没什么了。太平，我应该高兴呢，还是生气呀？母后，那些都是因为女儿刚到寺里，没法适应寺里的清静乏味，一时犯下的过错。女儿现在能够潜心读经，倒也明白了一些佛教禅学的要义，再看身边的事物，也不像以前那么清静乏味，是有了一些冷静和成熟。而且我还拜了个师傅呢。哦，你从的是哪位师傅啊？就是上次说过的清远师傅啊。清远师傅，就是上回给你父皇献药的那位？对，是他。我正要见他呢。他在祠堂恭候，还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这是他写的。带他来见我。是。贫僧明清远拜见皇后。你就是明清远？正是贫僧。
把你脸上的围布摘下来，让我看你长得什么模样。摘下来，他也看不出什么模样，只是一团被烈火焦化的皮肉和电弧棱的眼睛。再说，天长日久，这布已经与皮肉长在一起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我知道，但我清楚，皇后不是随便杀人的昏主。把他给我绑起来！皇后，这是为何？母后，为什么？你犯了欺君之罪，你可明白？欺君之罪，贫僧一点不明白皇后的意思。你是医士吗？我首先是僧人，以悲怀感世、普度众生为业；二才是医士，救死扶伤、积德行善，为惨遭病魔之事趋吉避毒。上回你献给皇上的药方可是你开的，是我博采众家之长自行研制的名目药方。那为什么皇上服了你的药不见好转，连原来能见到的模糊影子也没有了，反而变成了慧光一片？皇后可读过药方，可记得方子上注明的疗程？当然，不差一分一毫。这我就放心了，只要剂量及原料严循处方，皇后只管静候佳音。你若欺君，是要问斩的。这卷上的字，可是你的笔记？正是贫僧所作。这字念什么？念诏。什么诏？皇后，明日当空，抚爱世人的义举是什么？是诏。让温暖普降大地，皓月高悬，安慰世人的善行是什么？是诏。让清凉遍及阡陌，博大世界万物万生。只有日月的光辉能将它们笼罩。还有什么字比读作诏更伟大、更高贵、更能传扬神明的气息和声音呢？日为阳，自古象征着帝王的辉煌与荣耀；月为阴，以其清亮与皎洁，向世人昭示着皇后的淑仪与贤惠。我梦见它们同时运行在空中。在惊异于这难以置信的美景的同时，也明白了一个天启的预示。他告诉我，若干年后，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将负担起这个世界。她有着男人的果断与智慧，也有着女性的善良与睿智。她将创造一个连自然都无法比拟的奇妙而瑰丽的人间奇迹。她将以这上天所赐予的符号，作为自己的名字。作为自己与神灵的护佑相互指认的标志，他将带着这个名字跻身于历代伟大天子的行列，享受人世万年的敬仰与祭奠。所以我将此字献给您，让它作为您运道的指南。多谢你的一番美意。师太在，我想把他带回宫里，真的试一试他的医道，您看如何？遵从皇后的旨意，清远如能到宫里施展他的医术，也是我感业寺对皇宫的一片厚礼。那就多谢师太了。把他松了吧。谢皇后。师父，那我的事儿呢？哦，皇后，贫僧还有一事相求。所谓公主命里有劫数，纯属无稽之谈。依我看，公主目前倒是紫气东升，太阳穴处有吉云笼罩，不可被当作笼中鸟，被逼走的迹象。既然你这么说，明清远好吧，被母亲带回了宫。从今以后，从而成为了大明宫最奇丽的一道风景。潜心修行，在大唐浩瀚繁复的人世历史中，明清远始终是一个善恶相间的谜，诡秘地占据着属于自己的一页
写满背叛与忠诚、阴谋与毁灭的文字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输了。我还没输呢，我们3局2胜。看来呀，你真的输定了。哎，韦姐姐，我父皇的眼睛好了吗？皇上的眼睛现在好多了。你推荐的那位神医果真不凡。皇上在他的调理下，身体明显好了许多。皇后可高兴了，给他封了个5品御医呢。当时在感业寺的时候啊，母后差点没杀了他，多亏他巧舌如簧。你看那个人，往这走的那个。开酒，陈年老酒。陈年老酒。太平，太平。让开！我们奉命捉拿逃犯，赶快离开这里，给我搜！公子，找我啦！你要去哪儿啊？太平，抓逃犯呐！别让他跑了！抓他！抓住逃犯！别让他跑了！快抓他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上回那位认错人的小姐，对不对？真太凑巧了，你没事吧？你是谁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薛少。我终于见到了他。这一切曾经是那么艰难，而这一刻来的又是那么轻易。这是上苍为世间一切初恋的少女所扶持的全部理智。薛少就等于快乐，等于我的全部未来。在与他相逢的那段日子里，我动用了全部智慧和想象，在脑海中反复演绎着这个迷人的公式。我作为大唐公主的那曾经漫无目的的浮艳生活，从此将具有了尘世的走向。请二圣赐女儿一个驸马。女儿以为此事关系重大，它意味着大唐公主的终生大事，今生幸福。女儿在此表白心迹，也是希望父皇母后能分享女儿的欢愉。驸马又不是什么物件儿，哪能说想要就要的？太平，别胡闹，赶快下去。女儿并非胡闹，女儿已有了意中人。薛少已有原配惠娘，而且从小青梅竹马，臣看这门婚事不可能成真。皇上，你既然知道薛少已是有妇之夫，为什么不在朝上直言，
好让太平死心呢？婚事乃终身大事，臣不便当众直言，恐怕伤害公主。李大人，传旨，召薛少进宫。我要见一见这位未来的女婿。媚娘。李大人，你去安排吧。是。皇上，我想通了，尽量帮助女儿得到心里所想的，尽量满足她的愿望。这也是我们为父为母所能为她做的。媚娘，你能肯定这样对太平有好处？皇上没看见太平在殿上欢天喜地的样子，身为女人和母亲，一眼就能看透她的心思。我们不是一直都希望太平能够做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吗？皇上还记得您曾经说过的话吗？薛家虽称不上是普通人家，但是到了这辈儿上，也算是远离了朝内的是非人情。薛少知书达理，能武善文。如太平能变个活法，这姻缘正是个好机会，我们也能了了一桩心头的惦念。当然了，如果一切真的都能事从人愿，那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了。可是，也不知道薛少的为人，他又是个有家室的人，能与皇室攀亲，不论对于什么样的人，无疑都可谓是飞来的鸿福。太平又生得那么乖巧伶俐，再加上赶夜寺一行，使他的脾气少了不少棱角，日趋平稳。皇上不必对太平的前程有过多的疑虑，我倒是担心太平有一天不能理解我们现在这样做的苦心。我还是不明白，你……皇上，我主意已定，您就别再挂念了。我只求皇上不要在女儿面前提及薛少的家事。把太平叫进来。你真的要嫁给他？女儿一定要嫁给他。你肯定薛少就是你想要的夫君，那个同你相伴终身、白头偕老的意中人？是的。女儿从第一次看见他，心里就暗暗许了心愿，非他不嫁。母亲还记得上元灯节那天晚上，女儿怎么同您形容碰到薛公子的感觉和心情吗？皇上，就准了太平的请求吧。好吧，我准了。谢二圣隆恩，你们是天底下最好的父母。佛祖保佑，保佑我们女儿幸福。微臣薛少叩见皇后。薛少，抬起头来。平身吧。
谢皇后。知道为什么宣你进宫吗？臣下不知。薛少，你官有几品？7品。家有封地多少顷呢？承先帝隆恩，臣下家有封地500顷。家宅有多少间？嫔宅约有100间。宣。圣上手谕，故德章大将军薛绍德嫡孙薛绍，忠孝有加，礼仪兼备，3代忠勇效国，有家风传世，福泽印及子孙。故绍文采不凡，武略出众，遂成西凤之才。今封左金吾卫大将军，世袭万安侯，钦此。谢二圣隆恩。父亲，母亲，外面来的都是什么人呐？这你还没看出来吗？都是宫里的人呐。圣旨到。赐左金吾卫大将军薛绍，府地1000顷，房宅300间，灵绸500匹，票骑50，玉带100，黄驼200，家奴100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是哥哥打了胜仗了吗？你们说话呀！哎，今天找你进宫是何事啊？啊，是封官，没由来的，封了孩儿3品左金吾卫将军。就再没提别的什么事情？没有了。今天这已经是第2道旨了。第2道旨？嗯，那第1道旨是什么？唉，第1道旨是婚旨。太平公主看上了你，要召你做驸马。驸马？这开什么玩笑？我与公主素不相识，连面都没有见过，她怎么会看上我呢？再说，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，要我当驸马，那惠娘怎么办？母亲，你不要哭了，哭有什么用啊？这是什么？少儿，这也是皇上御赐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惠娘呢？惠娘呢？惠娘！惠娘！